这个男人每天都要消耗寿命来买一杯咖啡，并且后面还有络绎不绝的人排队来买，只需要伸出手臂，10分钟的寿命就会瞬间消失，但只要上班工作，消耗的寿命就会增加回来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寿命时间就是他们的流通货币，也因此这里的富人可以活几千年，甚至是永生，穷人却只能通过每天辛勤的工作，赚取微薄的时间来维持生命和日常开销，并且每个人到了25岁后，身体就会停止老化，永远不会老死或病死。然而拥有好身体的同时，却有一个最为致命的缺点，到了25岁后，手臂上的数字就会开始倒计时，倒计起始时间为1年，时间耗尽就会当场死亡。男主威尔和他的母亲就是贫民区的人，他们手臂上的剩余时间从来没有超过3天，并且马上就要到交房租还贷款的日子。母亲打算连上2天班后再去还贷款，他嘱咐威尔到时候一定要准时到车站等他，因为还完贷款之后他就没剩多少时间了。说完还给了威尔30分钟来解决午饭，两人的手臂握在一起，时间立刻转移过去。随后威尔与母亲分别前往工厂里上班，不料下班结工资的时候，无良工头竟然以产量没达标为由克扣了他的时间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威尔也不敢出声反抗，因为他需要这份工作来维持生命。憋着一股气的他来到酒吧里找好友卷毛回家，却在这里碰到了一位有100多年时间的富豪。这对于贫民区里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人眼红的。毫无疑问，富豪被时间强盗给盯上了，威尔也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所以好心过来提醒他赶紧走。富豪明明知道有人要来抢他，可是他却并没有害怕。没一会儿，强盗老大带着人闯了进来，所有人都害怕的纷纷退走。富豪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不过他想先去厕所吐一下。也就在这时，威尔突然打晕看守厕所的小弟，及时救走了富豪。在一帮强盗的追击下，他带着富豪躲进了一间烂尾楼。安全后，威尔询问富豪为何会来到穷人区。富豪说自己已经活了100多年，早就已经活腻了。威尔听到这话人都酸麻了，自己每天累死累活赚取时间来维持生命，别人放着100多年的时间却不想活了。富豪告诉威尔，这个世界的生态链一直被那些极少数的富豪掌控着，为了保持平衡，富人们想要永生，那么穷人们就要去死，所以他们操控着时间，每天都会抬高贫民区的物价，压榨工人们的工资，这样做就能够确保死亡率，才能维持住整个社会的秩序。听到这个消息的威尔心底不由升起一股绝望。富豪接着又询问威尔，如果你有和我一样多的时间，你会怎么做？威尔看了看手上的倒计时，然后回答道 If I had all that time, I sure as hell wouldn't waste it. 富豪听到这话开始沉默了，直到第2天早上，威尔睡醒之后发现自己手臂上多了100多年的时间，而此时的富豪只给自己留了几分钟时间。当时间耗尽后，立马当场身亡。威尔赶到现场时，只见到了一具尸体。就这样，手握巨款的威尔找到了好友卷毛，直接送给他10年时间。到了晚上，再买上一束鲜花，在公交站等母亲。不料母亲走上公交车的时候，却发现车费涨到了2小时，刚还完款的他只剩下1个半小时，这下可完蛋了。他赶紧一路跑回去。另一边，威尔没看到母亲下车就意识到不妙，他也急忙朝着母亲的方向跑去。可当两人即将就要触碰到手臂时，母亲的时间刚好耗尽，直接当场去世，只差1秒钟便是天人永隔。威尔无比的悲愤，都怪那些富人资本家制定的规则。这一刻，他决定要打乱这种不对等的规则。第2天，时间警察收到报案，找到了富豪的尸体。从监控中看到只有威尔在现场，他们认定是威尔抢了富豪的时间。于是警察队长立即下令抓捕威尔。此时的威尔已经躺在富人区的5星级大酒店里面。他先是享受了2天富人生活，然后来到一家高级赌场里面进行一场豪赌。他的对手是一位超级大佬维斯，威尔出手就把手上的时间全部梭哈，只给自己留了30秒时间，只要赌输了他直接当场身亡。不过好在威尔赌赢了，赢了维斯1100年时间。他的这番举动成功引起了维斯的兴趣，他以为威尔是富家子弟，先是介绍了自己的女儿薇娅，然后邀请威尔到他家里参加派对。当威尔来到派对现场后，维斯给他介绍了家里的祖孙3代。不料派对才刚开始没多久，时间警察就带人进来把威尔拉到楼上，问他是不是杀了人抢走了别人的100年时间。威尔见他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，就说在场所有富人的时间也都是抢来的，凭什么只抓他？富人随随便便就能活几千年，可是穷人却为了赚取1天时间累死累活。警察说他只负责管理时间，公不公平他管不了。说完就让手下把威尔的时间全部拿走，只给他留下2个小时来完成接下来的逮捕手续。威尔不可能坐以待毙，找准时机瞬间发起反击，然后挟持着薇娅逃离，并且凭借高超的车技成功甩开了追上来的警察。威尔带着薇娅一路回到了贫民区，不料路上被人设下陷阱，车胎瞬间爆炸，车子失控之下直接翻滚到桥底下。2个人直接当场昏迷。这时强盗老大带着人走了过来，抢走了薇娅手上仅剩的10年时间。听到警报声逐渐靠近，还没抢完就急忙逃离现场。等薇娅醒来，发现手上只剩下半个小时，没办法，2人只能共享仅剩的时间。为了寻求帮助，威尔来找好友卷毛，谁知卷毛的妻子说他喝酒喝死了，就因为威尔送了他10年时间。时间紧迫，威尔带薇娅狂奔到当铺，卖掉了钻石2环，只换来了2天时间。刚解决燃眉之急，威尔发现原来时间银行的董事长就是薇娅的父亲维斯。既然维斯这么有
有钱。威尔当即打电话过去索要1000年的赎金，谁知等到第2天，依然没有收到维斯转过来的时间。薇娅听到这个消息，顿时失望透顶。他没想到自己在父亲眼里连1000年都不值。既然薇娅不值钱，威尔只能放她走，还送了一把枪给她防身。感动之余，薇娅也送上了自己的吻，随后便生气地打电话质问视财如命的父亲。可刚说了2句话，薇娅就看到警察追了上来，情急之下，他开枪击倒了警察。两人驾驶着警察的车又开始了逃亡。穷途末路的他们一合计，便决定化身成为劫富济贫的雌雄大盗。两人劫走了当地时间银行里的时间存储块，拿不走的就让那些平民们自己进来拿。等警察赶到现场时，已经为时已晚，而威尔他们劫走的那些时间又分给了那些极为需要的人。这番壮举直接就让他们变成了全城通缉犯。晚上两人刚准备打扑克娱乐一下，威尔却发现警察已经追了上来，情急之下，两人只能跳窗逃跑。刚逃到另一家旅馆，不料又被强盗老大追上来逮了个正着。无比自信的强盗老大提出要和威尔掰手腕，赢的人可以直接转走对方的所有时间。威尔直接使出一手兵不厌诈，瞬间转走了老大的时间，并且另一只手掏出手枪解决掉所有的小弟。紧接着两人逃到顶楼天台，刚好看到时间贷款利率在疯狂暴涨，物价也同样在暴涨。威尔这才知道他根本斗不过那些富人，分给穷人的时间多了，富人就提高物价和贷款利率，除非能抢个100万年才有可能打破规则。说到这儿，薇娅想到自己的父亲就有100万年时间，他来到父亲的公司佯装向父亲投降。维斯的身边全都是保镖，根本近不了身。这时威尔伪装成保镖从后面挟持住了维斯，压着他来到了顶楼保险柜，打开保险柜，里面果然放着一个100万年的时间存储块。两人就这样顺利抢走了100万年时间。维斯这时告诉威尔，你改变得了一时，但是改变不了一世，总会有人想要得到永生，而有人永生，那就会有人被剥夺牺牲掉。威尔则坚定地说道， No one should be immortal if even one person has to die. 随后两人带着100万年时间回到贫民区，分给了所有的人，现场顿时极为混乱。时间留下后，威尔赶忙带着薇娅逃跑。警察赶到现场想要抓捕威尔他们，可现场人流量太大，他根本就追不上。好在他开着同事送来的警车追了上来，及时拦住了想要逃跑的两人。威尔突然说到大家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这时警察才想起来自己忘记领取时间再来抓捕了。当时间耗尽，警察当场去世，而此时的威尔和薇娅同样也没剩多少时间。关键时刻，威尔突然想到警车里面随时都会备有时间存储块，两人争分夺秒地朝着警车狂奔。威尔率先来到车里面续上了时间，然后又赶紧往回跑，在薇娅的时间耗尽之前成功地将时间转移了过去。两人如释重负地抱在一起。此后贫民区的人全部都转向了富人区生活，而威尔和薇娅则继续化身为雌雄大盗去抢劫银行，过着劫富济贫的潇洒生活。